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好不容易睡着，凌晨2点被一泡尿憋醒，迷迷糊糊摸到厕所，回来躺下，刚有点睡意，凌晨4点又来了，折腾一整夜，第二天顶着黑眼圈上班，整个人像被掏空一样。你以为这只是水喝多了？错，科学家告诉我们，夜尿频繁很可能是你的肾脏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钥匙竟然藏在一种我们菜市场随处可见却被大多数人严重低估的食物里——青木瓜。没错，就是那个绿皮硬邦邦，切开来白肉脆生生的青木瓜。你可能联想到的是丰胸偏方或者凉拌小菜，但今天要讲的远比这些深刻得多。从东南亚古老的草药传统，到现代肾脏病学的前沿研究，从酵素的微观世界到整个泌尿系统的宏观运作，青木瓜正在被重新认识。而当你真正理解它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不仅仅是一道菜的问题，而是一场关于我们如何对待自己身体的深刻反思。先说夜尿这件事到底有多严重，国际尿控协会的定义是夜间起床排尿1次以上即可称为夜尿症。听起来门槛很低，对吧？但你知道吗？根据多项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超过50岁的成年人中，有将近 60% 到 70% 的人被夜尿困扰，而到了70岁以上，这个比例飙升到接近 90%。 也就是说，如果你家有老人，他们几乎不可能睡一个完整的觉。更可怕的是，夜尿不只是麻烦而已。2015年，芬兰一项追踪了超过6000名老年人的研究发现，每晚起夜3次以上的人，跌倒骨折的风险比正常人高出将近2倍。你想想，一个70多岁的老人，半夜迷迷糊糊爬起来，灯也看不清，脚也站不稳，一个踉跄摔下去，髋骨骨折，然后躺床上不能动，接着肺炎、血栓、器官衰竭，一连串骨牌倒下去。很多老人就是这样走的。夜尿实际上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隐形杀手。那夜尿到底是怎么产生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理解肾脏这个器官。你的2颗肾脏，每颗大概只有拳头大小，加起来不到300克，但它们每天要过滤大约180升的血液。180升是什么概念？差不多是一个标准浴缸的量。这些血液经过肾脏里大约200万个微小的过滤单元，肾源被精密的筛选，有用的东西回收，废物和多余的水分变成尿液排出去。正常情况下，肾脏白天工作量大，晚上会自动降频。这是因为大脑会在夜间释放一种叫做抗利尿激素的东西，英文缩写 ADH， 它会告诉肾脏，嘿，现在是睡觉时间，少产点尿，让主人好好休息。所以健康的年轻人晚上基本可以6到8小时不上厕所。但问题就出在这里，随着年龄增长，有3件事会同时发生。第一，肾脏本身在老化，从35岁开始，肾源就以每年大约 1% 的速度在减少。到了70岁，你可能已经失去了将近1/3的肾源，剩下的肾源不得不加班加点工作，就像一个公司裁员了1/3，剩下的员工每天加班到半夜，效率自然下降。第二，抗利尿激素的分泌开始紊乱，本来晚上应该多分泌的，现在分泌量不够了，肾脏收不到少产尿的指令，就继续勤勤恳恳的工作，结果尿量居高不下。第三，膀胱也在老化，年轻时膀胱容量可以达到400到600毫升，但随着年龄增长，膀胱肌肉弹性下降，容量缩小，可能只剩200到300毫升就开始含满了。3重打击之下，夜尿就来了。而且这还没算上其他因素，比如攝護腺肥大、糖尿病、心脏功能不全、睡眠呼吸中止症等等，每一个都可能加剧夜尿。所以你看，夜尿不是一个简单的老了嘛就能打发的问题，它背后牵涉的是整个身体系统在走下坡路的综合信号。好，理解了夜尿的机制，现在问题来了，我们能做什么？吃药吗？当然可以，医生会开人工合成的抗利尿激素，或者针对攝護腺的药物。但你知道这些药的副作用吗？人工抗利尿激素可能导致低钠血症，严重的会引起抽搐甚至昏迷，尤其在老年人身上风险更高。
而攝護腺药物可能带来头晕、低血压，甚至性功能障碍。很多人吃了一段时间就不想吃了，然后夜尿又回来了。这时候，一个古老的东方智慧忽然跳进了现代科学家的视野。在东南亚，特别是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青木瓜被使用了上千年，不是作为水果，而是作为一种功能性食物。菲律宾的传统治疗师会用青木瓜炖汤给肾病患者喝。泰国的民间偏方里有用青木瓜籽泡水治疗泌尿问题的记载。而在中国岭南和台湾，青木瓜排骨汤更是代代相传的养肾食疗。以前科学家对这些民间疗法不屑一顾，觉得不过是安慰剂效应。但近20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为青木瓜证明，这一切要从一种酵素说起——木瓜蛋白酶。木瓜蛋白酶英文叫 papain， 是青木瓜中含量最高的活性成分。注意，是青木瓜，不是熟透的黄木瓜。当木瓜还是绿色、未成熟的时候，你用刀在表皮划一道口子，会流出乳白色的汁液，那里面就富含木瓜蛋白酶。一旦木瓜成熟变黄，这种酵素的含量会急剧下降，降到只剩青木瓜时期的1/10，甚至更少。所以同样是木瓜，青的和黄的在健康价值上完全是两个级别。木瓜蛋白酶厉害在哪里？它是一种强效的蛋白质分解酵素。你吃下去的蛋白质如果消化不完全，会在体内产生大量含氮废物，比如尿素氮和肌酐。这些废物全部要由肾脏来处理。当肾脏已经在超负荷运转的时候，这些多余的废物就像堵在高速公路上的车一样，让整个系统更加拥堵。而木瓜蛋白酶可以在消化阶段就帮你把蛋白质分解得更彻底，减少含氮废物的产生，相当于在源头就帮肾脏减负。这还不算完，2016年尼日利亚大学的一项动物实验发现，给肾损伤的小鼠喂食青木瓜萃取物8周后，小鼠的血清肌酐和尿素氮水平显著下降，肾脏组织的病理切片也显示炎症和纤维化明显减轻。研究团队推测，这不仅仅是木瓜蛋白酶在起作用，青木瓜中的多种抗氧化成分，包括类黄酮、维生素 C、贝塔、胡萝卜素，形成了一个抗氧化联盟，共同对抗肾脏中的氧化压力。氧化压力是什么？简单说，就是你体内的自由基太多了。自由基就像一群到处捣乱的小流氓，他们会攻击细胞膜，破坏 DNA， 引发炎症反应。而肾脏因为每天要处理海量的血液和代谢废物，是自由基攻击的重灾区。当肾脏细胞被自由基反复攻击，就会加速老化和功能衰退。而青木瓜中的这些抗氧化物质，就像一支训练有素的保安队，专门清剿这些自由基小流氓，保护肾脏细胞不受伤害。2018年印度一项研究更加惊人，研究人员用链霉素诱导糖尿病肾病的大鼠模型，然后用青木瓜叶的水萃取物进行干预，结果发现不仅肾功能指标改善了，连大鼠的血糖水平都有所下降。要知道，糖尿病肾病是导致慢性肾衰竭的头号原因，全球有数亿糖尿病患者正面临这个威胁。如果青木瓜真的能在肾脏保护和血糖控制上双管齐下，那它的价值就远远超出了一般食物的范畴。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动物实验归动物实验，人体呢？确实，目前大规模的人体临床试验还相对有限，这是事实。但是有几个方向的人体研究值得关注。第一是消化功能方面，已有多项小型临床试验证实，补充木瓜蛋白酶可以显著改善功能性消化不良，减少腹胀和便秘。你可能会说，消化跟肾脏有什么关系？关系大了。中医讲脾肾相表里，现代医学也越来越认识到肠肾轴的重要性。肠道微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肾脏的负担。肠道消化好了，产生的毒素少了，肾脏的压力自然就小了。第二是炎症方面，2013年发表的一篇系统性回顾指出，木瓜蛋白酶在多种炎症模型中表现出显著的抗炎活性。慢性低度炎症是肾脏老化和功能衰退的核心驱动力之一。如果能通过饮食持续降低体内的慢性炎症水平，
肾脏的老化速度就有可能被拉慢。第三是尿酸方面，高尿酸血症不仅会导致痛风，还会直接损伤肾小管，加速肾功能下降。青木瓜中含有的某些生物碱成分，在体外实验中被发现具有抑制黄票磷氧化酶的作用，这正是目前主流降尿酸药物的作用靶点。虽然食物中的含量肯定比不上药物的浓度，但作为日常饮食的一部分，长期摄入，累积效应不可小觑。现在让我们把视角拉得更宏观一点，为什么偏偏是木瓜这种植物进化出了如此强大的蛋白酶系统？这个问题本身就很有趣。木瓜原产于中美洲的热带雨林，那里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同时也是竞争最激烈的地方之一。在那种环境里，一棵植物要活下来，不仅要对抗紫外线、极端降雨和土壤病原体，还要防御无数的昆虫和食草动物。木瓜蛋白酶本质上是木瓜的化学武器，当昆虫咬破木瓜的皮，乳白色的含酶汁液流出，直接分解昆虫的口气蛋白质，让虫子痛不欲生，知难而退。你看，在大自然的残酷竞争中，木瓜进化出的防御武器恰好成了人类肾脏的保护者，这是不是很奇妙？就像我们的故事里那些意想不到的反转一样，本来是用来杀虫的东西，换了一个场景，变成了救人的宝贝。而更有趣的是，木瓜蛋白酶并不是青木瓜唯一的武器。科学家们在深入分析青木瓜的成分后，发现它简直就是一个营养素的军火库。首先是钾，青木瓜含有丰富的钾离子，钾在人体中的作用之一是帮助调节体液平衡和血压。高血压是肾脏的头号天敌，长期高血压会导致肾小球硬化，加速肾功能衰退。而充足的钾摄入已被大量研究证明可以辅助降低血压。不过这里要特别提醒，如果你的肾功能已经严重受损，肾脏排钾能力下降，那就要在医生指导下控制钾的摄入量，不能盲目多吃。其次是维生素 C， 一颗中等大小的青木瓜，维生素 C 含量可以达到每日建议摄取量的2倍以上。维生素 C 是最经典的抗氧化维生素，同时它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肾脏的基底膜就含有大量胶原蛋白，维持其完整性对肾脏过滤功能至关重要。再来是贝塔胡萝卜素，青木瓜中的贝塔胡萝卜素含量虽然不如胡萝卜，但也相当可观。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可以转化为维生素 A， 而维生素 A 对维护肾小管上皮细胞的健康有重要作用。然后是膳食纤维，青木瓜的纤维含量比黄木瓜高出不少，这些纤维在肠道中可以吸附部分含氮废物和毒素，直接通过粪便排出，相当于给肾脏开了一条旁路。本来要走肾脏的废物，现在从肠道分流了一部分走。这个概念在肾脏病学中叫做肠道透析，近年来越来越受到重视。最后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成分，异硫氰酸变酯，这个名字很拗口，但它的作用很霸道，在多项研究中被证明具有抗菌、抗寄生虫甚至抗肿瘤的活性。泌尿道感染是导致夜尿的常见原因之一，尤其在女性和老年人中。如果青木瓜中的这种成分能在泌尿系统中发挥抗菌作用，那就又多了一条对付夜尿的路径。讲了这么多成分和机制，你一定迫不及待想知道到底怎么吃。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因为吃法对了，事半功倍；吃法错了，可能不仅没效果，还会浪费这个好食材。第一种吃法也是最经典的青木瓜炖排骨汤，这是岭南和台湾地区流传最广的肾脏食疗方。做法很简单，取青木瓜1颗，去皮去籽，切成大块，排骨半斤，先汆烫去血水，然后把青木瓜和排骨一起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水，几片姜，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炖1个半到2个小时，不需要加太多调味料，一点盐就够了。炖出来的汤是乳白色的，口感清甜。这种吃法的好处是，长时间的炖煮会让青木瓜中的营养成分充分融入汤中，同时排骨提供的胶原蛋白和钙质也能被很好的吸收。而且木瓜蛋白酶在炖煮过程中会分解排骨的蛋白质，让肉质更软烂，更好消化。这对肠胃功能下降的老年人特别友好。
建议每周喝2到3次。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科学细节，木瓜蛋白酶是蛋白质，高温会让它失去活性，所以炖汤虽然好喝，营养丰富，但你摄入的活性木瓜蛋白酶其实不多。汤的好处更多来自其他抗氧化成分、矿物质和膳食纤维。那如果你想最大化利用木瓜蛋白酶的活性怎么办？这就引出了第二种吃法，凉拌青木瓜丝。泰国的经典菜青木瓜沙拉其实暗藏养生智慧，把青木瓜刨成细丝，加入蒜末、辣椒、花生碎、柠檬汁，搅拌均匀就可以吃了。不经过加热，木瓜蛋白酶的活性得以最大限度的保留，柠檬汁提供的酸性环境还能进一步稳定酵素的活性。这个吃法非常适合夏天，清爽开胃，同时让你的消化系统和肾脏都受益。建议每周吃2到3次，每次大概1小碗的量就够了。第三种吃法是近年来在养生圈非常流行的青木瓜酵素水。做法是取青木瓜半颗，切成小丁，放入玻璃容器中，加入适量的蜂蜜和凉开水，密封后放在阴凉处发酵3到5天。发酵过程中，木瓜蛋白酶和其他酵素会持续分解糖分和蛋白质，产生大量有益的发酵代谢物，包括有机酸、益生菌和小分子多肽。每天早上空腹喝1小杯，大约100毫升。有不少人反馈，坚持喝了一段时间后，不仅夜尿减少了，连排便都变得更规律了。但请注意，自制发酵食品一定要注意卫生，容器要消毒，水要用凉开水或过滤水。发酵期间如果闻到异味或者看到不正常的霉菌，就不要喝了。如果你不放心自己做，市面上也有品质比较好的青木瓜酵素产品，选择时注意看成分表，确保是以青木瓜为主要原料，不含过多的添加糖和防腐剂。第四种吃法，可能很多人没想到，吃青木瓜籽。没错，就是那些黑色的，看起来像胡椒粒的籽。大多数人做菜的时候直接把它们丢掉了，但其实木瓜籽的营养价值极高，它含有木瓜蛋白酶、异硫氰酸变质、芥子油苷等活性成分，在传统医学中被用于驱虫、护肝和护肾。吃法也很简单，把木瓜籽洗干净、晾干或者用低温烘干，然后像胡椒一样研成粉，撒在沙拉或者其他菜肴上。刚开始吃的时候会觉得有点辛辣和苦涩，但习惯以后就会觉得这种味道其实很独特。每天吃半茶匙到1茶匙就足够了，不要贪多，因为异硫氰酸变质摄入过量可能对胃黏膜有刺激。第五种吃法适合那些喜欢简单方便的人。青木瓜打汁，把青木瓜切块，加1根香蕉、1杯牛奶或者豆浆，用果汁机打成汁。香蕉的甜味可以中和青木瓜的深涩感，同时香蕉中丰富的钾离子和青木瓜的营养形成互补。这杯果汁作为早餐的一部分，营养全面又方便。不过无论你选择哪种吃法，有几个原则一定要记住。第一，一定要选青木瓜，就是未成熟的绿色木瓜。成熟的黄色木瓜虽然也有营养，但木瓜蛋白酶含量已经大幅下降，效果大打折扣。挑选的时候选外皮翠绿、手感硬实、敲起来声音扎实的，那就是好的青木瓜。第二，坚持比什么都重要。食疗不是吃药，不可能今天吃了明天就见效，你需要把它融入日常饮食，持续几周到几个月才能逐渐感受到变化。就像肾脏的老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逆转或延缓这个过程也需要时间。第三，不要因为青木瓜好就忽略了其他方面。护肾是一个系统工程，控制盐的摄入，避免长期使用止痛药，控制血糖和血压，保持充足的饮水量，规律运动，这些基本功缺一不可。青木瓜是锦上添花，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第四，如果你已经被确诊了慢性肾脏病，特别是到了中晚期，一定要先咨询你的肾脏科医生，再决定是否以及如何使用青木瓜。因为肾功能严重受损时，钾的代谢能力下降，而青木瓜含钾量不低，盲目大量使用可能反而造成高血钾的风险。说完了怎么吃，我们再来聊一个更深层的问题，
为什么在全世界的传统医学中都不约而同地把木瓜和肾脏健康联系在一起？在中医的理论体系中，青木瓜性温味酸，归肝经和胃经。你可能注意到了，中医并没有直接说它归肾经，但中医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先天之本在肾，后天之本在脾胃。意思是肾脏的根本虽然取决于先天禀赋，但后天的脾胃功能好不好，直接决定了肾脏能不能得到充足的营养供应。青木瓜健脾胃、助消化的功效，在中医看来，就是通过培补后天来滋养先天，间接保护肾脏。而在印度的阿育吠陀医学中，木瓜被归类为三德平衡的食物，具有净化血液和调节水液代谢的功能。水液代谢不就是现代医学说的肾脏功能吗？在非洲传统医学中，木瓜叶和木瓜籽被广泛用于治疗泌尿系统感染和肾脏结石。尼日利亚的传统治疗师甚至会用新鲜的木瓜叶汁直接给病人饮用，据说效果显著。正是这些民间观察，推动了后来尼日利亚大学那些动物实验的开展。你看，从中美洲的雨林到东南亚的市场，从非洲的村庄到印度的寺院，人类在几千年的时间里，通过不同的途径、不同的理论框架，却得出了惊人一致的结论。这种绿色的果实对我们的水液代谢系统有益，这到底是巧合还是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倾向于认为这不是巧合。人类在没有显微镜、没有生化实验室的年代，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数以千年计的观察和试错。一代又一代的人吃了青木瓜，发现夜尿少了，排便顺了，身体轻松了，然后把这个经验传下去。千万人的身体就是最大的临床试验场，时间就是最严格的同行评审。当然，现代科学的价值在于它能帮我们理解为什么，能帮我们量化、标准化，能帮我们区分真的有效和安慰剂效应。但传统知识的价值也不可否认，它为现代研究提供了方向和线索。青木瓜护肾的故事，就是传统智慧与现代科学携手合作的一个美妙案例。现在让我们回到夜尿这个问题上，到这里你应该已经理解了，夜尿的背后是肾脏老化、抗利尿激素紊乱、膀胱退化等多重因素。而青木瓜通过它丰富的酵素、抗氧化物、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可以从多个角度支持肾脏功能，延缓肾脏老化，减轻肾脏负担。但我还想再补充几个跟夜尿直接相关的实用建议，帮你打一套组合拳。第一，调整喝水的时间。很多人听说每天要喝8杯水，然后不管白天晚上拼命灌水。其实正确的做法是，把每天的饮水量集中在白天，尤其是上午。下午3、4点以后开始逐渐减少饮水量，晚餐后尽量少喝水，睡前2小时最好不要大量喝水，这样可以减少夜间尿液的产生。第二，注意睡前排空膀胱。这听起来像废话，但很多人忽略了一个细节，睡前上完厕所后，不要马上躺下，站置或走动几分钟，然后再上一次厕所。因为躺下后，下肢白天累积的体液会回流到血液循环中，增加肾脏的负担，而先站一会儿再排一次，可以提前把这部分多余的水分排掉。第三，下午到傍晚做适度的腿部运动，比如散步、踮脚尖、骑车等。这些运动可以帮助下肢的体液循环，减少晚上躺下后的体液回流量。在日本，有研究发现，下午穿弹力袜可以减少老年人夜间尿量，原理就是压迫腿部，促进体液提前回流。第四，避免晚上摄入利尿的食物和饮料，比如咖啡、茶、酒、西瓜、啤酒等。尤其是酒精，它会抑制抗利尿激素的分泌，让肾脏在夜间全速运转，夜尿自然增多。第五，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管理好你的情绪和压力。很多人不知道，焦虑和压力会直接影响膀胱的敏感度。有些人的夜尿其实不是因为尿真的很多，而是因为膀胱在焦虑状态下变得过度敏感，稍微有一点尿意就拼命发信号把你叫醒。放松练习、深呼吸、冥想，这些看似虚的东西，对改善夜尿可能有你想不到的效果。把这些方法和青木瓜食疗结合起来，坚持一段时间，很多人会发现夜尿的次数
确实在减少，从每晚3、4次变成2次，再变成1次，最后甚至能一觉睡到天亮。这不是神话，这是身体在告诉你，当你开始善待它的时候，它会回报你。最后，我想说一个更大的感悟，在研究青木瓜和肾脏健康的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比我们以为的要密切得多。我们总觉得自己高高在上，觉得食物只是用来填饱肚子的东西，觉得健康出了问题就吃药打针动手术。但是你看，在我们视而不见的菜市场角落里，那些青绿色的木瓜正静静地躺在那里，带着它们在热带雨林中进化了数百万年的智慧，等着被我们重新认识。你的肾脏每天默默过滤一浴缸的血液，从不抱怨，从不罢工，直到有一天它累了，开始在半夜叫醒你。那不是它在为难你，那是它在说我需要帮助。而青木瓜或许就是大自然早就为你准备好的那个帮助。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有用，请分享给你身边那些被夜尿困扰的家人朋友，特别是家里的老人，他们可能不会上网，不会自己查这些资讯，但他们最需要一个安稳的好觉。也许今晚开始帮他们炖一锅青木瓜排骨汤，